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娱乐圈的风向总是变化莫测。曾被赞为古装剧中清俊将军的张凌赫，却在短时间内被贴上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标签——粉底将军。这一称号源于他在多部古装剧中的妆造过于白皙的底妆，精致到几近滤镜化的面部细节，使得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割裂感。本该英气逼人的将军，却仿佛从幻想世界中走出，这种审美冲突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，成为网友调侃与争议的焦点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私生活也被卷入更大的舆论漩涡之中。据多方娱乐爆料，在与演员白鹿的合作之后，两人一度被传关系亲密。无论是拍摄期间的互动，还是幕后花絮中的细节，都被粉丝放大解读。然而，这段关系并未得到正式确认，也未被公开承认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两人似乎渐行渐远，关于分手的说法逐渐占据舆论主导。粉丝开始分裂，有人惋惜这段意难平，也有人认为不过是资本与剧集营销的一环。就在舆论尚未平息之际，另一位95后小花虞书欣被卷入其中。有消息称，在结束上一段关系后，张凌赫与虞书欣疑似开始接触频繁，甚至被拍到同框细节，引发新恋情猜测。尽管双方团队迅速否认，但在信息碎片化的传播中，否认往往显得无力。网友们更愿意相信蛛丝马迹，于是三人关系被拼接成一出复杂的情感三角。娱乐圈的故事从来不仅属于当事人，也属于粉丝。在这场风波中，大量网友开始公开站队，多数人倾向支持两位女演员，认为她们在舆论中承受了更多压力。而张凌赫则逐渐成为被调侃与批评的中心。粉底将军、滤镜战神等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号不断出现，既反映出观众对审美的疲惫，也暗示了对其人设真实性的质疑。粉丝文化在此刻展现出强大的分裂性，有人维护，有人质疑，有人则选择围观。当舆论逐渐从情感纠葛转向更深层的讨论时，制作人于正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娱乐圈长期以来幕后操盘论的再一次浮现。在大众认知中，于正不仅是一位内容创作者，更像是一位深谙流量规则的操盘者。他对艺人形象、作品方向乃至曝光节奏的把控，被外界视为极具策略性。因此，一旦某位演员陷入舆论漩涡，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，这是否也是剧本的一部分？有观点认为，所谓的情感风波可能被放大甚至利用，以制造讨论度，从而反哺作品热度。也有人猜测，在艺人关系处理上，背后团队可能会进行风险控制，甚至干预私人交往，以确保商业利益最大化。尽管这些说法缺乏确凿证据，但他们之所以具有传播力，正是因为娱乐圈长期以来的信息不透明，使公众更愿意相信隐藏的规则。在这样的语境下，张凌赫的个人选择似乎不再只是个人行为，而被放置在更大的权力结构中审视。观众不再只看他做了什么，而是在猜测是谁让他这么做。这种视角的转变，也让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，充满戏剧张力。当粉底将军这一标签在网络上不断发酵时，围绕张凌赫的讨论已经不再停留在简单的外貌评价，而是逐渐上升为对其职业路径与公众形象的全面审视。一个演员的崛起往往依赖清晰的人设，而他的初始定位温润、俊朗、带有古典气质的古装男主原本极具市场吸引力。然而，当妆造过度、滤镜失真与角色气质不符时，这种精致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，让观众产生美而不真的距离感。更关键的是，连续的情感传闻使得这种距离感进一步扩大。公众开始将荧幕形象与现实人格进行对比，一旦发现矛盾，就容易产生人设崩塌的印象。但从行业角度来看，这恰恰也是一种典型的转折点。许多演员正是在争议中完成蜕变，从单一标签中挣脱出来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有争议，而在于如何回应争议。如果继续依赖滤镜化的形象，它可能会被固定在流量花瓶的框架中，但如果主动调整戏路，例如尝试更粗粝、更真实的角色，甚至降低妆造精致度，反而有机会重建观众信任。娱乐圈从不缺话题，
但缺的是能在话题中自我修正的人。对张凌赫而言，这不仅是一次危机，更是一道分水岭，向下是被标签吞噬，向上则是突破与重塑。这场围绕张凌赫展开的风波，本质上折射出当下娱乐工业的运行逻辑。首先是流量优先的机制，在这个体系中，关注度本身就是价值，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，只要能引发讨论，就意味着商业潜力。因此，绯闻、争议甚至黑称都可能被默许甚至利用。其次是视觉至上的审美趋势，随着高清镜头与后期技术的发展，演员的面部细节被无限放大，制作方往往选择用滤镜与妆容来修饰现实。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正在显现，观众开始对过度精修产生疲劳，甚至反感。所谓粉底将军的出现，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审美过度工业化后的反弹。再者是粉丝文化的参与，围绕白鹿与虞书欣的讨论，已经不仅是八卦，更演变为情感投射与群体认同的对抗。粉丝在保护偶像的同时，也在塑造舆论方向，使事件不断升级。最终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方力量交织的系统，资本、平台、粉丝与艺人共同构成了娱乐生态。在这个系统中，真实反而成为最稀缺的资源。观众一边沉浸于精致幻想，一边又渴望看到未经修饰的人性。这种矛盾，正是当下娱乐圈最耐人寻味的张力所在。关于张凌赫、白鹿与虞书欣的讨论，至今仍在持续发酵，而真正决定走向的，往往不是某一条爆料，而是时间与选择的叠加。娱乐圈的记忆看似短暂，但关键节点却会被长期记录，一次舆论风暴足以改变公众认知的轨迹。如果从策略角度来看，三方都面临不同的选择路径。对白鹿与虞书欣而言，他们拥有较为稳定的粉丝基础与清晰的市场定位，只要保持作品输出，舆论影响相对可控。而对张凌赫来说，他正站在一个更微妙的位置，既是争议中心，也是流量焦点。未来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，其一是作品质量，如果他能凭借角色重新赢得认可，所有争议都可能被淡化。其二是公众沟通方式，在信息透明度越来越高的环境中，沉默不再总是最优策略，适度回应反而能重建信任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观众的态度也在变化。过去，绯闻可能是加分项，而如今，观众更倾向于理性判断，甚至对炒作保持警惕。这意味着，单纯依赖话题已经难以长期维持热度。这场风暴不会是终点，而是一个阶段性的转折。或许几年后回看，它会被视为一次普通的娱乐事件，也可能成为某位演员命运的分界线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有一点可以确定，故事还在继续，而观众仍在注视。结尾致谢与互动，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对娱乐圈的故事、明星背后的真相与舆论走向感兴趣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怎么看待粉底将军的争议？你更支持哪一方？你的每一条评论都是这个故事继续延伸的一部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